今天我用豆腐和芋头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我要用水饺皮做出简单又快速可以上桌的料理，不用煎，不用水煮的饺子，折法也很简单，一捏就完成一颗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ong TV， 我是 Kissing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赶快来用豆腐和芋头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颗芋头，今天下雨天去买菜，那个路边摊卖菜的芋头都淋湿了，这一斤是60元的。把芋头削皮，开点水比较好削。还有一点黄黄的地方，也是可以再削多一层。那些不漂亮的地方比较深的，等下再用刀子来修。我削芋头手是不会痒，所以呢，我就直接削了。如果对芋头过敏的、会痒的，就要戴手套削。差不多了，这些得用刀子修，可以了。现在就来修这些不漂亮的地方。可以了，把芋头切片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接下来把芋头切丝，把芋头放入盘中。准备1盒板豆腐。板豆腐我们家也是常买的一个食材，我买这种盒装的比较好保存，比较不容易坏。把豆腐压碎，要一面炒一面压碎也可以，但我想说这样子先准备起来，炒的时候比较不会太慌张。先把全部的豆腐像这样子压碎，可以了。准备2朵香菇，把香菇的角切下来，香菇角的地方切片，摆整齐，再切成细丝。香菇切片，鲜香菇可以用香菇来代替，就是那种干的香菇，泡水，然后再切成细丝，这样子炒起来会很香。但因为我们家的干香菇用完了没有，所以呢，我就用了这个我在好市多买的鲜香菇，它也是别有一番风味，就是有一种比较鲜的味道。有一次我在农粮署的粉丝页看到有一篇贴文呢，它是在讲说如何分辨台湾的香菇和大陆的香菇。那你们知道是怎么分辨吗？第一个呢，最容易分辨的就是那个香菇的伞面。你看看它的伞面，如果是皱褶很明显的，就是台湾的香菇；如果伞面呢，它有裂纹的，很明显，像黑白黑白的那种花菇形状，就是大陆的香菇。再来可以看看香菇的角。菇角呢比较长的，就是台湾的香菇；如果菇角比较短的，就是中国大陆的香菇。那你可以闻闻看，闻那个台湾的香菇呢，味道呢，你闻起来会比较浓郁；那中国大陆的香菇香气闻起来就比较淡一点。质地的话呢，台湾的香菇呢会比较酥脆一点，那中国大陆的香菇呢就会比较感觉会比较湿软这样子。那刚刚我所讲的呢，都是干香菇。这次买的鲜香菇，它很大朵，然后它这里很宽很厚，所以呢，我想再切成细丝状，像这样子。把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1/3条的红萝卜，皮削好了，可以了。把红萝卜切片。
切到最后反过来，大拇指压着，这样子会比较稳，比较好切。接下来切丝，红萝卜可以配色，所以切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把红萝卜放入盘中，准备3颗的青江菜。青江菜呢，我有先用水买回来，用水给它浸泡，因为浸泡之后呢，它就会这样子变得比较挺，比较有水润感的感觉，不会这样子枯枯的。那之后等一下我们切起来，再拿去一片一片的搓洗。那这个青江菜呢，你也可以用那个高丽菜代替，或是绿色叶菜类的。像我这次就搭配绿色的，其实呢，你也可以用那个敏豆啊，比较硬的材质的叶菜类，敏豆啊、菜豆啊，或者是芥蓝菜啊，芥蓝菜也是属于比较硬的。那如果是苋菜，因为我觉得它煮起来会很软，所以呢，我就不搭配用苋菜，就是用这些比较硬的蔬菜类，有绿的、有红的，又有菇类，这样子去做搭配。把青江菜的根部切掉一点。这样子会比较好剥，也不会浪费到太多的这个青江菜的梗。这样剥开来，再来深层的清洗一次。这样子切，浪费的地方就比较少。青江菜洗干净了，现在把它切碎。把青江菜放入盆中，放入1小匙的盐，给它拌匀，抓腌一下，可以了。锅内放入适量的纯白芝麻油，用锅子，油热了，放入红萝卜，把红萝卜炒变色。红萝卜炒变色了。油也变成有点橘色了，现在放入芋头，快速翻炒，炒到现在看起来芋头有点微焦了，现在放入香菇，快速翻炒。这锅子很好，像刚刚把它推一推，这个下面的底就可以推起来了，因为它是不粘锅的。大略拌炒，油混合了，现在来调味：素蚝油1汤匙，二砂糖1/4茶匙，白胡椒粉1/4茶匙，五香粉适量，快速拌炒，把调味料炒均匀。调味料都炒均匀了，现在可以关火起锅。锅内放入少许油，用滤网把豆腐的水沥出来，因为豆腐会出水。现在快速翻拌，把豆腐都沾满油。豆腐都沾上油了，现在来调味。1/4茶匙的姜黄粉，适量的黑盐，黑盐就是喜马拉雅黑矿盐，适量的橄榄粉，快速的把调味料炒匀、炒香。放黑盐主要是让它有一点淡的香气，因为喜马拉雅黑矿盐的味道很独特，它是闻起来很像有淡的味道。有些刚刚还没有压得很碎的，这时候可以再用锅铲切一切。持续的一直翻炒，让这个豆腐的水分有稍微炒干就可以了。现在可以来一些黑芝麻，还有白芝麻，快速翻拌。继续的炒，炒到豆腐水分变干。这个素炒蛋
可以当成早餐夹在吐司里面，或是汉堡里面，或是抓饼煎一煎，把这个素炒蛋包起来，早餐可以这样子吃，或是要包在馒头里面也可以，再搭配一杯豆浆，就是营养丰富的早餐。炒到现在也可以感觉到豆腐有变得比较干了，可以关火起锅，把炒好的素炒蛋放到刚刚炒好的芋头丝里面，青江菜腌软了，把它挤干水分。挤干之后，放到刚刚炒好的料里面，把所有食材拌匀。像现在拌好了，可以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这样子也可以变成一道菜。你看，有红、有黄、有绿，好漂亮哦！这是我在菜市场买的水饺皮，这里是台币20元。用这个擀面棍把水饺皮擀薄，像这样子前后擀成椭圆形状。挖一匙馅料，放到水饺皮上面，压一下。周围涂点水，把它捏起来就可以了。完成。我做了30个，先来蒸这几个，先拿去蒸。热一锅水，把饺子放进来蒸，盖上盖子，转大火蒸15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哇，真的好漂亮哦！取出来，可以吃了。我想吃哪个比较好？吃哪个比较好？我想吃这个。好啊。好难。热热的哦，还沾个酱。好吃。那个酱，刚刚整个嘴巴都是那个酱的味道。现在咬了几口，发现芋头很香，而且松松软软的。你看里面的芋头丝松松软软的，有没有？刚才没讲好，刚才我是要说，比水饺还要跟水饺一样。跟水饺一样。这个是蒸饺。是蒸饺。蒸饺我妈妈方便一点，不用在那边顾水，直接放整笼去蒸。这跟水饺味道很。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酱很香，很好吃。我用那个去塑料行或是超市买的那个沙茶酱，大概1茶匙，因为我没有做很多的酱，1茶匙的沙茶酱，然后半茶匙的那个香椿酱，再来半茶匙的纯白芝麻油，还有1汤匙的酱油，就是这样。有没有香？这个酱，好，给它拌在一起，就是今天的蒸饺的蘸酱。要不然要拿那么多，吓死人了。好包10分，就是1只、2只、3只。放很脏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水饺里面不一定要放高丽菜，那怎么办？放芋头丝也很好吃，变成芋头丝蒸饺。香啦，喜欢吃芋头的，做成这样子的蒸饺，真的很好吃。外面大部分卖的都是青江菜啦、高丽菜啊，这个以芋头当主角，很香，很好吃。而且可以吃到那个豆腐，还可以吃到那个豆腐炒姜黄，姜黄香香的味道。偷偷摸摸买了1块，很好吃哦。饺子皮很方便，在菜市场就可以买到了。
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副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！很赞哦。